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节目啊。我们上一期是看了 JKT48跟印尼两位歌手合作的这个原创歌曲啊，应该是叫 Persik Kisel 啊，应该是这么念的啊。然后我们上一期也是做了预告，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这个JKT48名人堂成员啊，这个沙尼的这个毕业单啊，再见自由泳。然后这张单曲呢，是发布于我看一下，2023年。那这样的话，距今已经有差不多3年，应该是没到3年，还没到3年了。其实距今时间也没那么长。然后这次选拔组呢，依旧是这个12个人啊。这12个人我大致看了一下，还是基本都认识的。首先就是这个 Center 啊，沙尼。然后我其实对于他这个印象还是2019年那个时候在泰国啊，就是48 Group 有一个那个 Asian Festival。然后当时我对 JKT 印象比较深的3位，差不多有4位成员吧，应该当时都有印象。一个是就是当时那个 Center UP，然后就是沙尼，然后是那个菲尼，还有一个是那个是叫朱莉安嘛，就是后来在 JKT48猜拳获得那个冠军的那位啊。其实我对这4个人是有印象的。然后当时就是感觉沙尼是什么，给我感觉是什么，就是他个儿很高啊，就是我印象当中印尼的成员就是除了他之外，他个儿确实是蛮高的啊。然后其余成员呢，大部分啊还是都认识的。首先是这个 AZ 啊，这应该是 Magic Hour 那一单的 Center 啊，包括菲尼啊，就是喜欢你那一单的 Center，菲欧尼如果不是偶像那一单的 Center 啊，还有就是老熟人吉他，还有的话就是玛莎，也是那个哪一单来的玛莎啊，也是 Magic Hour 那一单的 Center 啊，还有包括那个 Gracie 啊，就是 Oh My Pumpkin 那一单的 Center。那这样的话，这12个人选拔组里面一共有几位 Center？一二三四五六啊，这12个人当中啊，这个有6个人啊，都在这首歌发布之前或者之后都担任过 Center 啊。哎，你看来这个阵容还是蛮强大的。其余的成员可能不是很熟悉啊，其余的成员不是很熟悉啊，没关系啊，既然不熟悉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MV 究竟是什么样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再见自由泳》这一单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散优大拉卡乌，这上来就啊，对，这首 MV 呢是在船上拍的啊。这个一说到船，就让我想起了 AKB48，他们在国内那个姐妹团 STU48，那个姐妹团，他们那个剧场就是在船上。虽然说后来这个取消了，但是，哎，怎么说呢，有一点可惜啊。我们来看这个 MV 啊。哎，这个 MV 就拍的蛮日系的，因为这个阳光打在人脸上，就很日系的 MV。哎，这不是菲欧尼吗？这是干嘛？这是致敬泰坦尼克号吗？哎，你看这个滤镜啊，这明显就是日系的滤镜，那种大逆光一出来啊，这就是日系的滤镜。这怎么突然插了一个特写？又来特写，哎，这不是菲尼吗？啊，那个时候还染头了。对，我看了一下这个菲尼，他那个偶像轨迹，他好像是中间加入了什么组合啊，现在又回归了。他那个组合好像蛮厉害的，好像。
那哎，这可能就不是承认意思了。他这两个场景换的可是，这没什么逻辑。反正这个船上可能就不要奢求这么高。哎，他们看的这个是什么？这就很好看啊！不是，就我感觉。沙尼他这个风格跟谁像呢？跟小岛洋菜比较像。哎呦，跟那个就 AKB 的苦菊妈哈鲁娜，他两个风格很像，性感女神，他们俩应该是。吃的啥呀？哎，他这写的都什么？打的是完全不懂，这是算是毕业寄语吗？哎呀，这都是亲密互动啊！我的天哪！哇，好漂亮！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这个 MV 看完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舞蹈啊 performance。他们这个船看起来，他刚才有一个就是 MV 最后有个远景，貌似是一个帆船，它这应该是游览用的，不是载客用的。这舞蹈跳的还蛮整齐，比我们国内要强，比我们国内要强。说啊，那个选拔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，他这个船本身就没多大地方，所以说这个人少看起来跳的还挺好的。AKB 那个原版再见自由泳，应该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4位center啊，这是 AKB 也是唯一一次有4个center。但印尼这个看起来啊，比本部那个要好一点啊，人一少，其实它这个地方没多大，就是能凸显出来重点。在center位，说实话，咱这个衣服跟大家穿都一样啊，这个有的时候就辨识度没那么高。
这个印尼确实，它这个地理位置，有拍水罗丹天然的优势，因为毕竟它是应该是之前有那个观众在那个评论区还跟我说过啊，印尼是属于热带还是亚热带，其实就没有冬天，然后还靠海，他拍这个地的这种水罗丹，它有自然的优势。你像我们国内那个 TSH48的话，可能就差一点，因为上海它有的只是出海口啊，它那个主要是货运的，很少说有那种观光用的那种海滩或者说那个海港。哦，很不错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 JKT48 杀你的毕业单再见自由泳的这个 MV 以及 performance 啊，看完了给人感觉很不错啊。首先来说一下这个 MV 啊，这个 MV 是在船上拍的，就意味着这个故事线索之类的啊，就没有刻意的去这个设计啊。它应该是出现了几个场所，一个是保龄球馆、电影院，包括生写室啊，就是画画的那个地方啊，还有其他的什么啊，还有那个就是驾驶舱啊，应该是有这么几个地方，这应该算是游轮呢，还是说幽轮呢？啊，就是那个里面有的这些设施吧，然后他们应该算是因地取材，但是从最后一个那个镜头 MV 里面最后一个镜头来看呢，它这应该是一个小船，就是短途旅行的，但可能没有这些，那应该就是在要么不是船里的，就是在那个当地陆地上取的景。然后的话就是在船上拍的那个跳舞嘛，然后这样的话是两个，这应该就算是两种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场景一个交叉，然后看起来反正看起来没那么突兀，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滤镜这一块啊，就是飞船上拍的那些场景滤镜一看就是日系的滤镜啊，然后在船上拍的这些呢，可能这个滤镜就不是太那个什么。有点不是太那个相适应，但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然后就是这个舞蹈啊，这个舞蹈虽然人很少，就没有出现就是我们前几期看那个就是喜欢你那种感觉啊，就是航拍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好看了。但是这个人少，但是船的地方也小啊，哎，这样的话就完美适配啊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这样的话。就意味着啊，就是 MV 也好，还是这个 performance 也好，整体来看起来的话，虽然说这个拍的应该成本应该没多些，但是很用心啊。23年的话，这个疫情已经结束了，那这样的话就是意味着所有的东西啊都步入了正轨啊，看起来很不错的。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